这是我今年购入的稀有品种玫瑰切花，在冬季我进行了扦插，扦插成功率也非常的高。随着春天的到来，我们来看看2个月半后的结果。很清楚看着这些苗也都长大了，也是我们必须要换盆的时候了。在换盆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准备这一些花牌，写着一些花名，免得这些扦插苗混合之后，你也不晓得你扦插了什么样的玫瑰了。这一些花牌是我们今天换盆所需要的数量，也代表着扦插成功的盆数。介质调配我会用上刺玉图，混合一些玫瑰用途，甚至一些花草的培养土都可以使用的，也会掺杂一些腐叶图。这一些介质上的调配，你们都可以随着你们居住的国家所使用的用途去做一些调和。这是我今天要换扦插盆的画面。我的习惯会把这些介质放在大塑胶袋里面，去好好的做搅拌。搅拌后的均匀是否可以清新见着呢？为何要把这些扦插苗换盆呢？你一直把它放在赤玉土里面，它是没有营养的，而且也长不大。换盆的时候很重要一点，就是要放一些侵蚀。一些侵蚀的作用，也就是为了让通风排水性良好，也不至于让一些介质从洞口流失或者是堵住。介质排水性良好，不过于潮湿，可以让这些小苗顺顺利利的成长，这一点真的是蛮重要的。介质上的配置，我会先一部分一部分的放入盆子里面，平均的做一些分散。要把玫瑰种好，也必须要注意到这些细节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些玫瑰介质，我通常不会把它放得很满，甚至不到一半的量。往下看下去，你们就知道理由了。这个赤玉土的扦插苗还很小，我们只能用倒着方式。是否有注意到，我不会把这些赤玉土把它弄散，就轻轻的把这些全部放在于盆里，再轻轻的把这些介质分散于周围。其实这样可以避免它的裸根不定根的情况之下而挂掉。玫瑰配土我也不会说把它放得很满，大概8分满就可以了。你也可以这么做，中间先把它挖个小洞来，再把这个扦插苗轻轻的倒出来。这一盆就已经布满了根了，不赶紧把它换盆，它是无法长大，也得取不到营养分。刚刚所挖的小洞刚好可以填满这个扦插苗，在周围轻轻的撒上一些配土就可以了。稍微整理一下，不必要去重压它。那一些小白根还很脆弱，有时候力道用错，它可是会断裂的哦。不把这些盆填满的原因，也就是让它快速的成长，整个植株稳定长大之后，就可以换中盆了。这一些扦插苗换盆的程序，就是要一步一步的来，不需要太急的。你给它太大的盆子，它反而会长得不好。记得把刚刚我们所写的一些花牌一根一根的插进去，这样才不会跟其他的品种混淆。这一些扦插苗换盆之后，我还是会浇一点点水的，尽量把整体浇透了，放在通风排水好、日照充足的地方。这一个画面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水从底盆渗透出来，也意味着排水方面不是个问题，也没有阻塞的状况。今天就把这些扦插苗全部给换了，期待它们长大。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一盆就是扦插苗长大的状态。你们有没有看到小花苞了呢？这个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花苞给掐掉。如果你们想把这个小苗养长大、养健壮，必须要掐苞。
也就是不让这些花苞夺取植株的营养分与体力。大家的心态就是想要赏花，这一点我是可以了解的。为了让这一株苗快速的长大，你必须要舍取这些花苞，日后你就可以赏到很多的花咯。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个画面，去年的春天它还是一个小小的苗，现在你看它长了多少的花苞了呢？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小苗的时候尽量摘掉花苞，把植株养壮的道理。这一株兰屿也是，去年还是一个很小的苗，去年我尽量不让它开花，今年它的植株已经变得比较壮了，而且出现了很多的花苞来，这些就是最好的证明了。这一株也是我摘掉很多花苞，慢慢的做修剪，所以已经长大非常多了。这一款就是成功的切花品种，已经花开得非常的漂亮了。关于扦插与其他的玫瑰养护都可以参考我其他的视频，期待下一回见。